龙鳞桩的结构是长子座底，叶子鳞次相错的粘贴在底子之上，收起来是一个手绢，打开来看，叶子有规律的翘起，遇风则灵动翻飞。我制书呢有13年的时间，国内唯一的一位龙鳞桩传统技艺的传承人。龙鳞桩的出现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真正书的开始，书才有了翻阅跟叶子的概念。龙鳞桩历来就是皇室传承，天子才可以用。现在唯一的一部就是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开缪补阙窃玉，溥仪逃跑的时候就带了这部龙鳞桩，这种技术消失掉了。第一部作品呢，龙鳞桩32转金刚经，自己不停地去探索，去请教业内顶级的专家。我不想去复制一个原来的东西，而是以此结构带来对书的重新认知，新的阅读体验。领口相错的空间是一幅完整的画卷，才导致了我的整个工艺变得极其的严苛跟复杂。总共要50多道工序环环相扣，核心难度是龙鳞叶片的部分，每一张叶子里边3组左右的切割，你要把墨落到那个宣纸上变起来，笔尖的厚度也考虑在内，误差可能在0.1毫米。217个叶子，然后粘完，结果它跟底子的连接过程中忽然发现了褶皱，前功尽弃，只能从零开始。这对于你心性的一个极大的考验。做到最后，其实就是你的手跟那种物的感知力所形成的默契。也没有什么人去支持你，在理解你的，没有收入，是用钢镚儿去买一点饼啊，买一点香菜。完成的时候，自己把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。第2部作品《红楼梦》有8函，每一函50斤，我用了4年半才去完成。曹雪芹毕生的心血，陈伟元用木活字去刻印，刻几十万字。宋温呢，用38年的时间绘制了画册。所以我希望用我的方式，把他们这种惺惺相惜的组合请到读者的面前。打开来看啊，一幅完整的绘画，里边是文字，翻阅完整之后又是一幅完整的绘画。240幅的绘画文字一一对应，为此呢，我发明了新的书籍的装帧形式，将龙鳞桩跟金泽桩结合起来，叫金龙桩。之后呢，用龙鳞桩的形式不停地去做新的尝试。千叶来自于一种偶然啊，非遗中心带我的作品去布达拉宫做展览，因为气候呢，所有的叶子都翘得非常的厉害。当观者走入这样的作品的时候，他们会用手指轻轻滑动那个叶子，惊喜于里面的那个唐卡佛像就一闪而过。那我把卷取过的叶子修剪下来，可以推出一个2.5维的空间。19年我在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做了我的个展，很多这种慕名前来的感到非常的奇妙。我虽然看不懂里面的文字，但是你的作品是全场最好的作品。那个时候就突然意识到，哦，这是我们文化的生命力啊。我认为龙鳞桩它不是过去的，它是带有很强的未来色彩的。我开始是在08年嘛，时代的转型，大家都要讨论电子书取代纸质书，但是我个人认为，人类不论怎么样的发展，终极还是为了满足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这种需要。那如果我有一本纸质书能够满足五感的这种体验，它是不是不会随着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洪流而被淘汰？
所有的作品都是我自己去投钱去完成的，它完全不符合商业逻辑。多的时候工作室也有不少的小伙伴，但是现在只有2个。年轻人不愿意去做很枯燥的工作嘛。人路回到我的老师也很担心我，他每次见面的时候都会问我，你有没有饭吃啊？我觉得我们睡觉的床也就是2平米多嘛，你不需要一个很大的东西的。但是我们内心的富足才是你安定的基石嘛。书籍呢，它是我所有的这种想象力的载体，是文字诗意栖居的建筑，容纳万物的黑洞，是永远做不到头的。与之相伴，我很享受。